战印嗯了一声后，说道：“中午别叫外卖，我给你送饭，咱们一起吃。”海童在书店里自己一个人，战印哪舍得爱妻吃外卖，早就打电话到管城大酒店点好了菜，让保镖过去取，然后他下班后就把饭菜带过去。夫妻俩在书店里共进午餐。行，我不叫外卖，你先忙。学生下课了，我也要忙了。海童说了句就挂断了电话。那边的战印看着手机，抱怨了句，连说再见的机会都不给我。海童开始忙碌，战印把手头上的工作完成便下班了。保镖刚去酒店拿回了保温饭盒，看到战印下楼，保镖团连忙迎上前去。那数分钟后，战印的车子驶出了战氏集团，他提前10分钟下班，路上还没有堵车，很快就回到了书店。他到达书店的时候，海童的书店里还有学生在买东西，有学生看到只有海童一个人，还问海童：“海姐姐，好几天不见沈姐姐了，她呢？”附近开书店的老板也就海童和小军年轻，学生们大都亲切地叫他们姐姐。2个人颜值有高，对学生的态度非常好，这是学生们放学时喜欢往他书店里钻的原因。你们沈姐姐今天要去办一件重要的大事，没空呢，估计最近2-3个月里，都是我在这里守着店，怎么想你们的沈姐姐了？海童边算钱边打趣着学生们，他算出了总数后，还给学生打了折扣。2-3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呀，那岂不是我们要下个学期才能见到沈姐姐？当然想沈姐姐了，这几天你们不开门，我们可想你了。海姐姐，我们这么想你，你给我们算便宜点。海童笑道，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想我们呢，原来是为了杀价呀。放心，姐不收贵你们的，这里那么多店，你们可以问个遍，我绝不坑你们。现在4月份，等到沈小军嫁人后，苏南是请了2个月的假，那沈小军归来后，学生都要放暑假了。战印提着保温饭盒走进来，学生们虽然知道这位严肃的，比他们教导主任还可怕的男人是海姐姐的丈夫，但每次看到他们还是很怕，不敢再和海童开玩笑。等海童用袋子帮他们把东西装好，就赶紧拿着袋子溜了。溜走的时候，却又忍不住多看战印2眼。海姐姐的丈夫真的很好看，就是表情太严肃吓人。需要帮忙吗？战印把保温饭盒拿进了厨房里放着，出来后问着海童。他看了一下店内的情况，已经没有几个学生和家长在里面了。海童笑道，你帮忙只会吓走我的小客人。不用了，怎么这么快就过来？我提前走了，自己当老板就是爽，提前下班也没有人说。战印笑。10分钟后，店里的客人都买到自己想买的文具离开了。不是说把洋洋送到这里来吗？战印问了句。洋洋要跟我姐，阿七没办法，只好又把洋洋送回到医院里去。经历了再次被抢的事情后，洋洋现在更加的黏妈妈。战印没有再说什么，重新回到厨房里，把打包过来的饭菜一一放在了碟子里，然后端着盘子出来。海童把小餐桌擦拭干净了。看到那些菜式，海童心里甜甜的，就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准备他最爱吃的菜。奕晨来跟你说了什么？哎，他闯了什么祸？战印给爱妻夹了1筷子的菜，好奇地问了句。就是误会了云初，做了点出格的事，想让我去帮他道歉。我说祸是他闯的，就让他自己承担闯祸的后果。海童没有说清楚是什么事，他觉得那属于战奕晨和云初的私事，小叔子信任他才告诉他的，他不能再说出去，连战印都不说，免得云初以后看到战印这个大伯哥会不好意思。他是没有说清楚，战印是男人，自己也做过强吻海童的事，很快就能猜到真相。他识趣的没有再在这件事上问下去。这边小夫妻俩共进午餐，那边的陆东明利用下班时间去了医院，但是却站在海玲的病房门口，久久都不进去。
站家保镖问他：陆四少，你要进去吗？陆东明连忙道：不进去了，我就是来看看。海玲好很多了吧？站家保镖答道：海小姐恢复得很好，现在能下床走动了，盼着出院。此刻他和洋洋在里面吃饭，海玲母子俩的每天3餐由明叔安排人送过来，都是按照营养师的食谱去准备的，有利于海玲恢复健康。那商太太也隔3差5的送补汤过来，周母也会送，不过周母送过来的，就每次都是原封不动的让她带回去了。今天呢，周家人倒是没有露过面。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好好的守着，不熟悉的人不要让他们进去。陆东明交代了保镖几句，便转身离去。站家保镖不太明白陆东明此举来了，却不进病房去，也不让海小姐知道他来过。陆东明在转弯处遇到了自己的母亲。东明，陆太太先看到他的，叫了他一声。那陆东明望向母亲：妈，你怎么在这里啊？你都能在这里，妈怎么不能？妈有个朋友也住院了。哇，过来看看他的，你是来看望海玲？陆太太话里有着不悦，都说了，她不会接受海玲当她的儿媳妇，儿子还是老往海玲这里跑。陆东明嗯了一声，随即问道：妈的那个朋友住院了呀？你婶阿姨病了。东明，妈上次跟你说过的，你和海玲不适合，你不要老是过来看她。海玲也不喜欢你，你何必自作多情？茵茵不好吗？你和茵茵才般配呢。陆太太忍不住说着儿子。陆东明沉声道：妈，我说了，我的婚姻我做主啊。妈要去看望史阿姨，赶紧去吧，我走了呢。说着呢，他越过母亲就走。那陆太太没有叫住他，扭身看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又不是娶不到老婆，非要喜欢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人家还不喜欢你呢。只把你当成房东看待，你倒好巴巴的贴上前去。那陆太太吐槽着儿子。陆太太想了想后，决定先去看看海玲，再去看望自己的朋友。那这样想着，陆太太便去了海玲的病房。那站家保镖看到陆太太过来，有人先进病房里告诉海玲。等到陆太太进前了，站家保镖没有阻拦她，帮她敲了敲门后，就帮她推开了病房的门。陆太太、梁姨和另一名佣人在小厅里用餐，看到陆太太进来，他们俩连忙放下了饭盒，起身恭敬地叫了陆太太一声：你们都在吃饭呀？没事，我就来看看海玲，你们慢慢吃，不用管我。陆太太是吃过了饭才出门的，梁姨呢，还是带着陆太太走进病房。海玲已经吃饱喝足，洋洋吃得慢，她妈妈正在喂她，边喂她还边说她：洋洋，以后吃饭不能这般慢吞吞的，那上了幼儿园都是自己吃饭的。妈妈，我知道了。看到陆太太来了，海玲便把碗给儿子，让儿子自己吃，她就要下床。海玲，你身上还有伤，坐着坐着。陆太太连忙上前按着她，不让她下地。她是不喜欢海玲当她的儿媳妇，主要是嫌弃海玲的出身配不上陆家。那再有就是海玲离过婚，还有个3岁大的孩子。那海玲为了救回儿子，连命都不要，这一点让陆太太很感动啊。陆太太，我好很多了，早就能下床自由活动，只要不碰到伤口就没事了。最初那2、3天伤口痛的，她睡都睡不安稳，这几天就好很多了。陆太太，你吃过了吗？我吃过了呀，我有个朋友也住院了，恰好跟你在同一楼层，所以我顺道过来看看你。陆太太解释了一句，她上下打量着海玲，最后视线停留在海玲的脸上，温声说道：看你的脸色是好了很多，恢复的不错。医生说什么时候能出院？再住1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陆太太嗯了一声。东明刚才来了。陆太太是探性的问着海玲，他来了多久才走的？我刚刚遇到他离开，他工作那么忙。
海玲错愕，陆总来了吗？我没看到他呀。陆太太也愣了，你没看到他？哎，他不是来看你的吗？我是没看到他，那陆总是不是来看望别人的呀？那可能对方的病房恰好也在这一楼层吧。海玲老实地道，陆总那么忙，他很少过来的。哎，陆太太确定看到的是陆总啊？问完后，他又不好意思地笑笑。瞧我说的，陆总是你的儿子，你不可能认错人的。那陆太太见海玲不似撒谎，信了海玲的话，便说道，那可能是像我一样来看望友人的吧。我以为他是来看望你的，这个时间就离开，说明还没有下班就过来了。我想着他工作那么忙，你恢复的又不错，他不用天天过来的，耽误了工作多不好呀。他的工作谈的生意，每一单都能赚很多钱的，可不能耽误了事。海玲又不傻，知道陆太太话里的意思，说道，就是陆总的时间宝贵的很，分分钟都能赚到大钱，不过人际关系也是要处理好的哈。我想陆总会提前下班来医院一趟，必定是探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客户或者友人。陆总并没有来过我这里，除了那天和于小姐一起过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陆太太看到病房里也没有新鲜送来的花束及果篮，就彻底信了海玲的话，心里腹诽着那小子难道不是来看海玲的？但他承认了，他就是来看海玲的。那海玲却说没有看到他，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那个儿子来是来了，但没有进病房，所以海玲才会看不到他。问题始终是在儿子身上，他来了医院，又是同一层楼，怎么不来看看你？陆太太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了句。海玲笑笑，没有接话。她和陆东明交集的次数是很多，就大多数时候都是陆东明去她店里吃早餐。陆东明帮她也很多，但都是看在妹夫战印的份上，才会帮她这么多忙的。那陆太太看着正自己吃饭的洋洋，说道，海玲，我不打扰你了，你快喂洋洋吃饭吧，我也要去看望我的朋友了。好。海玲下床，非要送陆太太出去。那陆太太见她是行动自如了，没有再阻止她，两个人一起走出的病房。陆太太，慢走啊。海玲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陆太太离开，那陆太太很快就走远了。陆总来过吗？海玲问着保镖。保镖老实的答道，来过，来了大概有20分钟，但是陆总没有进去，也不让我们告诉海小姐，就在门口站了20分钟，然后走了。海玲哦了一声，不明白陆东明为什么来了也不进去。那陆东明出现在医院里，难道真的是来看他的啊？想到陆太太话里有话，海玲有点坐不住了。陆太太想歪了，觉得他和陆东明有什么吧，然后就内涵他。海玲回到房里，见儿子已经吃完了，她想收拾碗筷，梁姨连忙进来收拾。她先让儿子下地走动走动，然后才坐回床上，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手机发信息给妹妹，彤彤，你在午休吗？海彤回复姐姐，我一个人看店，不能午休。姐，你和洋洋吃过了吗？洋洋刚吃完，他吃得慢，小孩子吃得慢一点没事，洋洋算是很优秀的了，能自己吃饭。我看很多小朋友3、4岁了，都是大人捧着碗追在后面喂饭的呀。海彤觉得自家外甥很优秀。彤彤，姐跟你说件事，刚才陆总来过，但他没有进病房。你家保镖说他在我的病房门口站了20分钟才离开的，他走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他妈。陆太太不是来看我的，她有朋友住院，恰好与我同一楼层，她顺便来我这里坐坐，其实是内涵我。我咋觉得陆太太认为我肖想她的儿子呢？海玲向妹妹吐槽，我从来没有肖想过陆总的，陆总帮我那是看在战印的份上。陆太太却认为我和陆总有什么，内涵我了，说什么陆总很忙，时间很宝贵，分分钟能赚很多钱。海彤看着姐姐发过来的信息，沉默了片刻后，
回复姐姐：姐，你没有怀疑过陆总对你的好，并不是因为站印。海玲说道：不是因为站印，是因为什么？他就是因为站印才帮我的。当初我进他的公司上班，他录取我，就是看在站印的份上，我听到他打电话给站印的。姐，本来我想等你伤好出院再跟你说这件事的，但是陆太太那样内涵你，我都替你感到委屈。海彤发了这条信息过来后，改为打电话。海玲连忙接听。彤彤，你说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那陆太太为什么会那样说？姐，你受伤后昏迷不醒1个晚上，那个晚上是陆东明在重症病房外守了你1夜的，也是他看到你似乎在流泪，通知医生的。那个晚上他1夜未眠，你醒来后又虚弱呢，并没有留意到这些。海玲他守了我1宿，他这是……姐，陆东明喜欢你，在你受伤后，他才看清楚自己的感情。过去他一直都说他是喜欢洋洋，对你没有其他想法，你受伤，他才知道他其实是喜欢你。海玲惊得手机差点掉落。彤彤，你别吓姐哦，这呢？这怎么可能呀？陆太太都给陆总选好了妻子人选，于小姐很好，跟他很般配。我看他们俩相处的也挺好的呀。陆东明喜欢他，海玲不敢相信啊。她认识陆东明的时候，还是个200斤重的大肥婆，丑得很，还撞花了他的车，修车费他都赔了一笔给他。陆东明虽说破了相，但他是大总裁，身价100亿的，他肯去把脸上的刀疤整掉，就能恢复俊美的容颜。年纪是大了点儿，可他俊美。多金呀，想嫁给他的女人应该不少，他怎么可能喜欢他呀？就他现在是瘦下来了，可他是个离婚女人，不是说离女人不能寻找爱情了，他是觉得豪门里的男人有更好的选择，没必要选择他这个离婚女人。他还带着个3岁的儿子呢。姐，我说的都是事实啊，陆东明喜欢你。姐，你对陆东明有感觉吗？既然说开了，海彤就问着姐姐对陆东明的感觉。海玲想都不想就答道：彤彤，我只把陆总当成朋友，没有男女之情，我对他不曾有过半点想法。我也说过，我不想再嫁人，好好的经营好我的早餐店。我的梦想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大酒店，把洋洋养大成人了，再让洋洋接我的班。以后娶了儿媳妇，儿媳妇需要我帮忙照顾孙子女，我就搭把手，不需要我帮忙，我就环游世界去，就不会打扰年轻人的生活。海玲吃过婆婆的苦，她以后当婆婆了，绝对不会插手儿子儿媳的事，就她要做过让儿媳妇喜欢的婆婆，而不是恶婆婆。陆东明真的喜欢姐姐，姐就不考虑一下？他看上去是有点大老粗的样子，不过人还是很实在的，心不花，比周红林强了几倍。姐还年轻。彤彤，海玲严肃地说道，姐没有那个心思了，姐对陆总真的没有半点想法，而且陆太太也给他选好了妻子人选，于小姐就很好，我就算真要再嫁，也不嫁陆总呀。我和陆总的距离那么远，陆太太眼里的儿媳妇人选也不可能是我。我要是和陆总走到一块儿，那以后还是要面对婆婆的挑剔为难。彤彤，姐好不容易从周家那个坑里跳出来，总不能又跳进陆家这个坑吧？我前婆婆是极品，但没有害人之心。豪门里的太太可不简单，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婆婆那样？豪门媳妇本就不好当，我跟陆总的差距那么大，陆太太又不喜欢我，我给她当儿媳妇，不知道会被她修理成什么样子呢？海玲头脑清醒得很，并没有因为有个大总裁喜欢她，她就沾沾自喜，乐得晕头转向，迫不及待地跳进大坑去。她很清楚她和陆东明不适合，更不想再受婆婆的气。现在她带着儿子经营着早餐店，不用伺候一家老小了，海玲觉得很好，单身也挺好的呀。
姐，我看陆东明对感情也会很执着的，他知道他的心思了，就会有行动，他的追求。海玲沉默一下后，问着妹妹：彤彤，你说我要不要换个地方开店？就是不租陆总的店铺了。我避他远远的，不接受他碰了钉子，慢慢就会放弃的。陆东明是大总裁，被人拒绝后，应该就会死心。姐，他和战印是铁哥们，经常见面。战印又是你妹夫，你们不可能不见面的。海玲也是，我不接受他的感情，就是以后他再来我店里吃早餐，我就让店员接待他，就我不去和他说话了。逃避不是办法，那就正面面对了。海玲觉得只要自己表现得很冷漠，不再搭理陆东明，那陆东明受不了就会主动放弃的。就有于茵茵跟他做对比，相信陆东明很快就会明白于茵茵才适合他。彤彤，陆总的心思啊，你们早知道了也不跟姐说一声。海玲抱怨妹妹瞒着她，海彤歉意的道：姐还没有好。战印又劝住了陆东明，让他不要太快跟你表白，免得吓到你就瞒着姐了。要不是陆太太内涵姐姐，海彤替姐姐感到委屈，她都想等姐姐伤好出院后再跟姐姐谈一谈的。不过早晚也要说的呀，现在说开了也好，以后有什么事不能再瞒着姐姐。咱们一个妈生的，相依为命那么多年，有什么事不能和姐姐说的？不管是什么事，姐都能面对。海玲是被吓了一跳，哇，做梦都没想到陆东明会对她有想法，但她不喜欢被妹妹瞒着。在这个世上，她和妹妹是最亲的人了，姐妹之间没什么是不能说的。海玲想起战奶奶是说过，可以帮她介绍更好的男人，让她活得比周红林要精彩。要幸福，那才是对周红林最好的报复。她想，若是陆东明一直不死心，那他就向战奶奶求助了。姐，对不起。海彤知道瞒了姐姐一段时间是她不对，用姐姐的话说，他们是一个妈生的，相依为命多年了，她可以瞒着谁都不该瞒着姐姐，哪怕她是为了姐姐好。但很多人自认为的为对方好，就真的是为对方好了吗？问过对方需要他这样做吗？姐知道你是你担心姐，姐不怪你，以后有大事不要再瞒着姐了呀。哎呀，这件事吧，你也不用替姐担心，姐能处理好的，我相信姐。姐加油，姐会加油的。海玲说道：你忙吧，姐要带着洋洋睡一会儿，下午学生下课后，我忙完那一阵子就去看姐。好。结束通话后，海玲看向了儿子，洋洋也在看他呢。洋洋睡觉了。海玲把手机放回了抽屉里，示意儿子靠前，她想抱起儿子，洋洋不用妈妈抱。妈妈，我自己能爬上去。就小姨说，妈妈的伤还没有好，不能抱洋洋。洋洋自己爬上了床。海玲慈爱地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离婚时做过最正确的事，就是争取了洋洋的抚养权。海玲下午不用再输液，就午休的时候，洋洋就在妈妈的这张床上休息。小家伙的生活作息规律，躺在妈妈的身边，一只手摸着妈妈的脸，摸了一会儿后就抱住了妈妈的手臂，这样才安然入睡。海玲温柔地看着儿子，想的却是陆东明喜欢他的事，不明白陆东明为什么会喜欢他。海玲没有怀疑妹妹的话有假，陆东明如果不是喜欢他，不会在重症病房门口守他一夜。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儿子的小脸。海玲不考虑再嫁，既是担心再嫁的不好，就也担心洋洋会被欺负虐待。就他看过很多新闻，夫妻离婚后，孩子跟着爸爸或者妈妈生活，当父母与别人重组家庭后，孩子们大都会受到伤害，有些甚至被后爸或者后妈虐待致死。海玲害怕，她宁愿自己带着儿子过日子。如今她有收入，有盼头，还有妹妹夫妻俩帮衬着，
独自抚养洋洋不成问题。洋洋也不缺爱，谁都疼爱他几分。周鸿林这个当爸的是不太负责任，也能给洋洋一点父爱。他相信洋洋能在大家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的。洋洋，妈妈永远爱你。海玲在儿子稚嫩的小脸上亲了一下。睡了不到1个小时，海玲就醒了。她醒来，梁一走进来：“海小姐，你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堂弟来了，想见见你。”海玲很意外。自从解决了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问题后，她已经很久没有老家人的消息了。偶尔提及到老家，妹妹和她说的都是她的菜场的进展情况。海童预估他们的菜场在6月初就能开始种植了。他计划先种一批空心菜、白菜、油麦菜和茄子、辣椒等。要种什么菜，海童比商小飞和沈小军要清楚一点。3个人分工明细，就由海童来决定种什么菜以及如何管理。那沈小军和商小飞就负责拉生意、跑订单了。让他们进来吧。海玲是不想和老家的人再有交集，不过人家既然来了，还是长辈，他还是让保镖放海家梁老进来。那海志钦呢，是陪着爷爷奶奶来的，梁老走在前面，海志钦则提着一袋水果跟在爷爷奶奶的后面。洋洋还没有醒，海玲走到小厅，看到3人进来，他默了默后，就还是开口叫了一声爷爷奶奶。海玲姐。海志钦把那袋水果放在茶几上，叫了海玲一声。海玲嗯了一声，请他们3人坐下。海玲，你没什么事了吧？啊，出这么大事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海老头一副很关心的样子，问着海玲的伤情。海老太也想开口说几句关心的话，动了动嘴皮子后，最终却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撇了撇嘴。她跟海玲姐妹俩实在亲近不起来了。当初闹得那么厉害，虽说现在事情解决了，梁老也不想再闹，老老实实的住在老3家里的房子养老。但她和海玲姐妹俩还是亲近不起来，就无法当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在海老太心里，她始终觉得2个孙女不孝顺，特别是海童都嫁入了第1豪门当大少奶奶，也不知道拉扯一下娘家的兄弟姐妹，只顾着自己享福，不拉扯兄弟姐妹就算了，连对她这个当奶奶的也想不到海童的福。但凡换了一个孙女嫁入豪门，老太太都觉得自己能被奉为老太君，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惜的是，他们当初的计划让小珍取代海童的位置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珍竟然整成了她大孙女的样子。孙子们猜测是计划泄露，被战印反过来将了一军，导致他们的计划失败。这次进城来，是海童请他们来对付周家那些极品的，然后海童给他们的好处就是把他其他几个儿子交的房租由他们当生活费使用。老太太心里是嫌弃海童小气的，不过聊胜于无，1个月有个1000几百块钱的收入，好过没有吧。到时候他跟海童说多收点房租了，反正多收到的房租钱是给梁老花的。说了怕你们担心有什么事吧，都是我和彤彤一起杠的。海玲的话说的一语双关啊。那海老头像是没有听出来似的，还是很关心的问这问那，最后才说到是海童叫我和你奶奶还有那至亲进城来帮你的忙的。海玲以为是帮他打理早餐店，回绝不用了，我很快就能出院，我店里也有员工看着，不需要你们帮忙了。你们年纪也大了，在家里安心养老，不是去你的早餐店帮忙，是你钱婆婆一家不是老来纠缠你吗？海童是叫我们来帮你挡着你钱婆婆一家子的。海老头解释地道，我们今天才到，先找到周家的租房，把他们堵在屋里骂了一顿，大吵了一架，才过来看看你呢。海玲，你尽管安心养伤，那些极品由我和你奶奶对付，只要我和你奶奶往他们家门口一躺，大声喊叫让左邻右舍出来看，至亲负责拍照，保管他们周家人连大门都不敢出。
更不要说来纠缠你了。怪不得今天安安静静的，没有听到钱婆婆一家人的吵闹。哦，原来是妹妹帮她解决了。不得不说，这个办法不错呀。她爷爷奶奶本来就属于蛮不讲理又难缠的人，年纪又大了，不用做什么，往周家门口一躺就能制敌。彤彤知道你们已经来了吗？知道的了，海彤已经安排人帮我们租好了房子，置办好日常生活用品。我们租的房就和周家的租房同一层楼，他们家人出入还要经过我们的屋门口。海玲忍不住笑了笑，说道：“那麻烦爷爷奶奶了，她是烦透了钱婆家人的纠缠，老想让她和周红林复婚。周红林和叶佳妮领了结婚证的呢。现在叶佳妮是进去了，但他们还没有离婚。别说她不吃回头草，就算回头，也得等周红林和姓叶的离婚吧。就她还是周家的儿媳妇时，钱婆家一家人联合起来指责她，挑唆周红林和她吵架，欺负她没有收入，让周红林与她 AA 制，既想逼着她出去赚钱养家，又不愿意帮忙搭把手照顾一下洋洋，倒是帮着他们的女儿带大了3个孩子。周红林每个月给父母的生活费，两老也补贴了女儿家。现在离了婚，他已经走出了离婚的阴影，开了家小小的早餐店，赚点钱过日子，生活有奔头了。钱婆家就想回头，那当他海玲是什么？他们周家想要他当儿媳妇，他就要当，不想要了就一脚踹开。每次看在洋洋的份上，海玲都没有和钱婆家人闹得太难看，却是因为这样导致他一直被钱婆家的人骚扰。特别是叶佳妮进去后，她钱婆婆和钱大姑姐真的是一天能来3次医院，话里话外都希望她能原谅周红林，跟周红林复婚。海老头说道：“爷爷奶奶老了，也帮不到你们什么忙，不过这件事我们还是能帮到你的，你不用担心，好好养伤就行。当初我们就劝过你不要嫁姓周的那小子的，你不听我们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呀。”海玲笑了笑，没接话。她和周红林结婚时，爷爷奶奶带着叔叔伯伯们，一大堆人找上门来，不是送祝福的，是索要彩礼30万的。拿不到彩礼钱，才说不让她嫁给周红林。压根儿就不是出于好意。不过呢，她终究是嫁错了人。行了，看过你没什么事儿，爷爷也放心了，不打扰你休息，我们先走。回去时刻守着那一家子的极品，不让他们有机会来纠缠你。海老头也记起当初的事，他没流露出半点不自然来。眼见跟海玲聊不来，便起身准备离开。爷爷奶奶，这些水果啊，你们带回去吃，我这里不缺。海玲起身相送的时候，也拿起了海志钦拿进来的那一袋水果，递给海志钦，让他拿着。志钦，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你多看着2位老人家，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们。梁老既然是来替他解决麻烦的，总要保证2位老人家没有被周家气死。海志钦见爷爷奶奶没有拒绝拿回水果，便接了回来，应着：“我知道了。爷爷奶奶吵架厉害着呢，那家人吵不过爷奶的。”海老太这个时候接了句话，他得意的道：“那是在村里能吵得过我的人就没有几个。”海玲又回房里把大家送给他的一些补品、零食匀了一些出来，用袋子装了满满一大袋，然后叫海志钦进去提了出来。爷爷奶奶，这些补品都很贵的，不过也适合你们老年人吃，你们留着自己慢慢吃，不要分给别人了。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钱，他没有给2位老人家，不过东西可以给一点。当年他们对姐妹俩的伤害太大，就算现在要2位老人家帮他解决麻烦，那海玲也做不到一下子就原谅梁老。妹妹能说动梁老来帮他，肯定也给了好处的。海玲，你现在住着院，这些补品你留着吃，补身子。海老太嘴上说着拒绝的话，却让小孙子上前去提了那一大袋的东西。海玲送他们3人出了病房，
叮嘱海之亲要照顾好梁老。他才回到病房里，然后又跟妹妹通电话。陆氏集团，陆东明刚跟一位客户谈好了合作的事，准备送客户下楼，秘书走到他的身边，轻声说道：“陆总，老夫人来了。”知道了。对于母亲的到来，陆东明早就有预感。中午呢，他去医院看海玲，遇到了母亲，他就猜到母亲又要来找他谈心。那这不也就3个小时，他妈就杀到了他的公司里。陆东明亲自送着客户下楼，在1楼就遇到了母亲。陆太太看到儿子送着客户，并没有做什么，停下来等着。10分钟后啊，陆东明进来，走到母亲面前，温沉的道：“妈，下午没节目吗？你们年轻的个个都忙，妈和你爸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能有什么节目？你爸早就去找高尔夫球了，我也没有伴儿，就来你这里坐坐。于小姐今天没空，你以为她很闲？就她也有工作的呀。再说了，她以什么身份整天陪着我？你要是给她一个身份啊，她那么孝顺，肯定会挤出时间陪陪我的。不像你这个大老粗，平时10天半月都不回家，回家就气妈。”陆太太就边走着边抱怨着儿子的不孝顺。陆东明说道：“妈，你不是有3个儿媳妇吗？我3个大嫂都不上班的，那你还有孙儿女呢，觉得无聊就去带孙子啊。”陆家的家族事业是由陆大哥和陆二哥共同接管的，陆三少也在家族事业里担任重要的职位。他3位嫂子婚后就是在家里相夫教子，当少奶奶的。陆太太瞪了陆东明一眼，说道：“你别想直走妈，妈就要盯着你，盯到你和茵茵结婚为止，那样她才能放心。总之有她在，她绝对不会让小儿子和海玲在一起的，哪怕儿子因此怨怪她，她也不在乎。以后呢，儿子会理解她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过得会很累的呀。”陆东明皱了皱眉，说道：“妈，我不会和于小姐结婚的。